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佑。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打脸系列。没错，我又要来推翻自己以前的说法了。最早以前呢，大家都说组间休息要短一点比较好，可以有更好的肌肥大效果。但是到了好几年前，开始有更多的研究指出，其实组间休息长一点比较好，就算休到3分钟也没关系，训练效果并不会比较差，反而更好。但是最近一篇最新的综合分析研究，好像又要推翻这件事情。研究原文很长，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，大家可以上去看看。我们直接来看重点。这篇综合分析研究回顾了所有有关组间休息时间的研究。如果我们很单纯的比较较短的休息时间跟较长的组间休息，我们会发现较长的组间休息通常可以得到更多肌肥大的效果。不过这样区分，我们其实不能知道到底该休多少比较好。所以这个研究呢，进一步把组间休息分成4个区间：短休息时间小于1分钟，中等休息时间1到2分钟，长休息时间2到3分钟，还有非常长休息时间超过3分钟。根据综合分析的结果，我们会发现，小于1分钟的组间休息的确对肌肥大有负面的影响，这点跟我们之前的认知差不多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1到2分钟的组间休息，肌肥大的效果居然是最好的。其实这3个区间的肌肥大效果几乎没有差别，只是1到2分钟稍微好一点点，但没有显著的意义。休息超过2分钟，好像有稍微影响肌肥大的效果，但一样程度很小，几乎没有意义。所以之前很常说组间休息只有1到2分钟会影响肌肥大的效果，看来这一点是错的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些研究里面很多都是没有训练经验的人，我更有训练经验，我举得更重，训练的强度更高，我每一组会消耗的热量跟心肺要求都更多，我应该需要更多的组间休息才对吧？但你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，你既然更有经验，那你的身体不是应该心肺更强，恢复能力更好吗？那你应该需要比较少的组间休息才对吧？照理说，顶级选手的恢复力应该要比新手好才对吧？在这篇综合分析研究里面有3篇研究的对象是有训练经验的运动员。这一篇研究发现，如果组间休息时间是3分钟，比起1分钟，在上半身跟下半身都有更明显的肌肥大效果。另外2篇研究则是观察到，组间休息平均80秒，比起固定120秒的组别有更多肌肥大效果。所以关于有训练经验的人，组间到底应该休息多久，好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不过目前看起来，组间休息并不是一个很需要担心的问题，只要可以休息1到2分钟，训练的效果基本上都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当然，以上说的这些都是研究统计的结果。实务上来说，如果你每次的训练次数很高，并且都会做到力竭甚至接近力竭，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方式，甚至是多关节动作，那组间休息长一点点，你可能可以练得更好，不用执着在1到2分钟之类的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时间真的很赶，或是你真的只休息1分钟就觉得准备好了，那你休短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不太会影响你的训练成果。然后以上这些都是针对肌肥大的研究，如果是力量为主的训练，我建议还是休长一点比较好，确认你每一组都能尽量用更好的状态下去训练，会对力量还有爆发力的成长更有帮助。所以如果你是那一种不喜欢在健身房待太久的人，希望这个研究有帮到你，你可以快点练一练，而且得到相当不错的训练效果。最后，如果你对健身有兴趣，可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，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线上课程，里面整理了几乎所有新手入门应该有的观念，可以帮助你快速了解训练跟饮食该注意的基本事项。大家也可以上去参考看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有帮助，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或是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，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也可以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的通知。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G 跟 FB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